老爷，您找我？我问你啊，啊，昨天王秉忠除了给你一份口供，还说什么了？没有了。那不应该啊。他给的这份口供是没用的。没用？不能吧？就他那手段，能审不出东西来？不是说他审不出东西来，而是说他审出来的东西没有用。这上面怎么说？自己看。拿着看呢。老爷，怎么了？让你看呢，拿着。你背个手干什么？拿着呀！老爷，您不能拿呀，这信上有毒啊，老爷。不是，你手怎么了？我手上刚擦了药。老爷，你快把信放下！你这信上真有毒啊，老爷。来，过来。有毒！老爷，你不能啊！我哪儿做错了？你跟我说，我改，你不能。闭嘴！给我拆了，拆了。老爷，奴才哪儿做的不好？您跟奴才说，奴才改。可我要是死了，谁伺候您呢？小点声，和夫。大人，喝茶。大人是说，朱任并未招供啊？也不是没招，但招的都是博天坊里鸡毛蒜皮的小事。这个朱任难道是不知道实情？啊，对不起大人，小的意思是，你这个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啊？是，小的知错了。不过他毕竟是局中之人，还是留他不得呀。小的这就安排人过去，斩草除根。哎，着什么急呀？何大人留着他还有用啊？老爷，这朱任咱们怎么处置？记住，在这个院子里，不要提这个名字。哦。看昨天刘墉那个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十有八九已经掌握了关键的证据了。哼，他能有什么证据呀？听说前些日子，他从那个赌场里面带走了好些个账本，证据可能就在账本里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那老爷，刘墉如果真的掌握了证据，咱们还要跟富国泰联盟吗？这刘墉要是回京见到圣上参上一本，
这傅国泰可就算完了。傅国泰这个人深不可测，想让他完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现在关键的是，我不知道刘墉他到底掌握了什么，所以，我便不好安排我下一步具体该做些什么。快着，快着，快着！哎，手底下都紧着点儿。哎，那玩意儿金贵，慢着点儿。哦，刘大人，刘大人，钦差大人，怎么麻烦您来了？这是？这不是知道今日啊，御史大人要启程返京了，我跟傅大人过来看看，给您送个行。哎呦，真是给您添麻烦了。哪里哪里？那就屋里请吧。啊，时辰都不早了，怎么还没办完呢？要不要我派几个人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，屋里请，屋里请。得嘞。啊，哎。文生，看他们干嘛？来，何大人请。刘大人请。哎呀，夫人，奴才和珅参见婉儿格格，格格吉祥。奴才傅国泰，给格格请安。傅大人请起。这是谁呀？奴才和珅。哦，是钦差大人。奴才不敢。啊，对了，昨天说什么来着？昨儿说的是见钦差大人就如见皇上亲临。那是不是我也得给你跪下了？哎呦，格格，您就饶了奴才吧。奴才在您面前那就是个奴才，哪有钦差一说呀？那就跪着吧。别，何大人请起，请。哎，不是你们这，谢谢刘大人啊。啊，明白。不明白啊。那何大人，那就屋里坐啊，屋里坐。好，傅大人一起吧。啊，二位大人先去。哎，何大人，这都到院里了，就没外人，就一块儿吧。是。讲你啊，那咱走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拾掇东西啊，乱！来，是自己人，不在乎这个。随便坐。来，二位，请，坐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您是主，我们是客，您上座。嗨，你看这个，你这有这个必要吗？这个，哎，行吧，来，坐。何大人，傅大人请。来，坐。哎，怎么了，老爷？你搬哪儿去？你给搬走了，何大人做什么呀？拿过来。这椅子是租来的，人家着急要呢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我管不了你，你给我拿回来！哎，刘大人息怒。这息不了怒，回来！刘大人，您呢？要是还有什么正事没办完，您先去办，我们在这儿等着。不用，有的是人忙，您甭管。哎，我说，罗大人，这样，让何大人坐在我这儿，卑职站着就行。那你这，坐吧，都有了，坐吧。
王大人，王大人在家吗？进来吧。王大人，我家老爷让我前来领人。这6个捕快啊，个个是1顶1的高手。何大人，请。有劳傅大人，请。哎呀，哎，挺好。刘大人，您看您啊，往那桌子上面一坐，高高在上的样子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要升堂审犯人呢。嘿，何大人，您瞧您这怎么说？哎，何大人，听您这话这意思，您是有什么怕被审呢？是怎么着？刘大人这个话说的，我怕什么呀？再说就算是审我，也轮不着您审。还是的呀，那横不能乱，你们俩坐着，我一人站着，对不对呀？刘大人所言极是。对呀。什么就所言极是啊？他这就是何大人，别矫情了，再矫情把你那把椅子也给你搬走。这椅子搬走了，我还不坐了。哎，我说啊，嘿，我看看，刘墉，我看看这椅子到底是不是拎来的。何大人，您消消气儿，客随主便吧。这椅子还真是拎来的。何大人，傅大人还在这儿呢，难不成您要反悔是怎么着？不反悔，刘大人，不反悔。哎，得嘞，不反悔就好。哎，咱们说说啊。哎呀，这个，哎，你别说，他这么着一坐，哎，看着二位，我这还真有点要审案子那劲头。说起案子呀，二位，我这儿有个故事想给你们讲讲，想听吗？卑职洗耳恭听。得嘞，这个老话说呀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这案子呢，发生在我们家一亲戚身上。哎，这个人唯利是图，阴险狡诈，而且足智多谋。王公公，请吧。哎呀，你说一会儿要是打起来，咱帮谁呀？谁都不帮，抢朱任要紧。哎，听不到，你说这些都是什么人呢？次天王侯震、鲛人李徐，还有暗日如来有广僧。哎呦，行啊，你都知道。这些啊，都是朝廷通缉的要犯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哎，干什么呢？有没有点规矩啊？哎呦！
天不头，分头行动，你去救朱瑞，我去找王公公。好。秦大人，自己人哈？扯淡！自己人没这么办事的，我就这么跟他说的。傅大人，您猜结果怎么了？卑职想，刘大人必会大义灭亲，将那个亲戚给严办了。严办？咔嚓！我一刀把他脑袋给剁下来了。行了行了，刘大人，行了啊！您这个故事啊，是逢人就说，见人就讲，我这个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。嘿，何大人，您这么讲就不对了。我既然逢人就讲，见人就说，那见了二位，我说说怎么了？我，哎呀，这说这些没有用，怎么会没有用呢？就我这故事，您知救多少人的命吗？远了不说，朝堂之上，咱们的同僚10几个官员听了我这故事，改过自新。您知为什么？他这个故事啊，他不光是警示别人，对自个儿也有用。您就说我吧，我每次想到这故事，我都有一份我新的心得。您知我明白什么呀？就咱们官场之上，谁的屁股他要自个儿不干净，没人帮你擦，他就没有自个儿人。两位，我这心得行吗？刘大人的心得真是让卑职受益匪浅呀！卑职日后必会严于自律，洁身自好。不过卑职也有一个小故事，想和刘大人分享一下。哟，我还就爱听故事，您给说说。好，老话也说过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卑职府内曾有一个下人，为人耿直，暴打不平。这么说，何大人也料到此事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家老爷那脑袋，不是一般脑袋，只不过什么呀？只不过我家老爷料到了开头，他没料到结局啊。什么意思？本来我家老爷的计划是这样的：王大人把富国泰的人给打走，给您空出时间来带人。哼，何大人还真是好算计啊！哎，秦大人，怎么了？这刘大人就光让您来带人，就没给你点儿其他的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证据啊！什么证据？嘿，两位大人不都说好了吗？得用富国泰的违法物证来换出任这个人证啊！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没看我家老爷那张字条？什么字条？那你不能把人带走了。我家老爷说了，看不见东西不放人。那我要是强抢呢？哟呵，我还有王大人呢。王大人被打跑了哈。
我家大人也说了，你家老爷会再错一回。哎，秦大人，嘿，这一个个的，怎么都不讲信用啊？哎，看来我家老爷这回又错了。人呐，不怕犯错，就怕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犯，那就没人帮得了你。所以我将那个犯错的丫鬟从府中赶了出去，而那个告状的耿直下人也被我一刀砍了。哦，您知道是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他的耿直让我府内所有下人皆是人人自危，惶惶不安。如此不明大局之人，就算对我再忠心耿耿，我也是留他不得呀。傅大人，高见，刘某佩服。但是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想法不同，做法就不同，结果也肯定不一样。行了，两位大人啊，我这儿有一个和气生财的故事，行，两位大人不想听，不讲也罢。刘大人所言极是啊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，强扭的瓜不甜嘛。老爷，老爷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您赶紧出去看看吧。刘大人，哟，这不是大内侍卫总管王公公吗？哟，可不是嘛，还真是王公公。谁呀？谁下手这么重啊？子枫你带来的？啊，是，我带回来的。我出去还东西，恰巧半路碰到了。哟，那你这次怎么成这样了？我碰到他的时候，他刚好被别人追杀，所以我就出手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何大人，傅大人，能把王公公跟子枫打成这样，必不是一般的高手啊！刘大人说不是一般人，那就肯定不是一般人。咱们山东地面上有这种人吗？没有，反正我没听说过济南府有这样的高手，那应该就是路过的吧。不过请钦差大人和御史大人放心，卑职一定会全力侦破此案。对，必须彻查，必须彻查。何大人，毕竟王公公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，这个。傅大人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一旦传进了京城，传到了圣上他老人家的耳朵里，必定会龙颜大怒。到那时候，怕谁也兜不住啊！钦差大人的意思是，国太又摊上事儿了。没事儿，傅大人，我给您支个招。您不是说这是过路高手干的？明白了，说明这位高手啊，一定是从王公公出了京就一直跟着他。您只需彻查王公公出京到这儿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，就能查出这人。我这法子你看行吗？多谢御史大人点拨。哎，客气。孟南啊，伤势如何呀？回大人，
这王公公，大人，大人，怎么回事？啊！大人，回大人，小的接到线报，说济南府大牢博天坊一案的在逃嫌犯朱任藏在某处民宅，遂带人前往抓捕，正好碰上此人前往杀人灭口，小的就……住口！你这么说不是栽赃御史大人吗？小的不敢。那还不赶紧滚出去！是。等会儿，你刚才说的朱任人呢？回大人，死了。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走走走。哎，御史大人，你说说，整个山东境内都这么乱，国泰真是有负圣恩啊！就走。就。大人，咱们已经到了禹城的地界了。啊，是啊，那就到禹城再打尖休息啊。大人，我怎么了，秦捕头？哦，我猜你离开东昌府1个来月了，想家了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卑职是想啊，我这个是想我大姐了吧？你放心。等咱们到了京城啊，安顿好了，我就派人把她接过来。到时候我给你们俩撮合撮合。不用不用，夫人的美意秦朗心领了。只不过宾满楼啊，确实是放不下，大嫂过来也不方便。已经到了禹城了，后面的路有子枫陪着大家，我也放心。卑职真的告辞了。哦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要走吗？哎。夫人是这样啊，这也情有可原。你想啊，秦捕头啊，他跟向月荣刚把这事儿说开了，是吧？这俩人连一句热乎话都没说呢，就跟着咱们出来了。这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，是吧？啊，好，秦捕头，那就不挽留了啊！多谢你一路之上鼎力协助啊！多谢多谢。哎，那个喜儿啊，老爷啊，来过来，把包袱拿过来。好嘞。别嫌少，大人，我有。来，拿着，别嫌少，别嫌少。谢谢，告辞各位。好，一路顺风。告辞。老爷，这夫人还有机会见面。哎，什么？你说刘墉他真的回京城了？嗯，何大人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刘墉不回京城，您想让他去哪儿啊？我当然是想让他回京城了，只是德才啊，时候不早了，回去歇着吧。嗯，德才，正好送何大人回去歇息。不忙，不忙。我不累，我想再坐会儿。
去吧。是。傅大人，关键是王秉忠还在刘墉的手里。王秉忠可是知道我们计划的人。我们什么计划呀？傅大人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没意思了。那何大人，你觉得什么才是有意思的呢？明明已经说好了，你我结为同盟。同盟？何为同盟啊？是相互猜疑、彼此拆台，还是暗中使绊啊？傅大人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您一定是因为朱任的事儿，对和珅心里还有怨言，对吧？我再跟您解释一次，我是为了把他保护起来，防止刘墉捷足先登，抓到了他，拿到您什么把柄。我有不对，我不应该不提前通知您，我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犯，好不好？怎么保证啊？对天发誓。对天发誓，对地发誓也没有用啊！否则要大清律例干什么呀？好，那傅大人说，当如何保证啊？很简单。哦，对了，何大人先过目一下。傅大人，为什么不能写呢？这个我签不了。何大人，您想想啊，刘墉费尽千辛万苦来搜集我贪赃枉法的证据，结果却是两手空空，铩羽而归。您觉得他能甘心吗？傅大人，您技高一筹，刘墉他不甘心又能怎么样？可老话说得好啊，贼不走空。他不甘心，他得想办法让自己甘心。你是说，他会把王秉忠的事告诉皇上？这不正是何大人所担心的吗？不行，那也签不了。何大人，我劝您还是签了吧。这条船上不光有您，我也在呀，所以您怕什么？慢点儿。你们先上去，好，我去那边。慢着点儿啊。老爷，老爷，我这过来过去都5趟，您这魂不守舍的，怎么了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傅国泰。你找他干什么？大半夜的。我找他拿回一样很重要的东西。别，老爷，您跟我说什么东西？我现在过去拿去。何福，我问你啊，哎，你说，在当今圣上的心里，是我和珅加国丈，再加上国舅重要呢，还是他刘墉重要？老爷，咱们这边3个人抵不过刘墉他1个人，别说2个了，就老爷您1个。得顶10个刘墉，我觉得，肯定是您重要啊。
狗奴才啊！今天这个马屁拍得我很舒服啊。哎，对了，老爷，您要拿什么？我现在过去给您拿。不拿了，咱不拿了。什么人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进来就这样了。什么情况？王公公呢？我进屋之后，我把王公公捆上放那儿了，突然进来几个黑衣人，把我捆上，把王公公劫走了。坏了，没想到来这么快。贺子峰上当了，快下刘墉！不好，快撤！想把我引开啊？就你们这点小伎俩，早被刘大人识破了。找了这么半天，找什么呀？找到了没有啊？我帮你们找找吧。找死！是我，我帮你踢了，谢谢，还给你。给我留一个。啊！听见了吗？去啊！嗯。让你去你就去，是不是男人啊？看看是谁想行刺老爷？谁让你来行刺的？呀，还看我？让你看了吗？还看我？再看一个，再看，还看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走！这肯定挺疼的。嗯。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老爷，他们回来了。
刘大人，那几个刺客已经被我摆平了。大人，您怎么知道有人要行刺您啊？嗨，他们本来想害的就是我，他们结什么王公公啊？王公公安全着呢。安全吗？大人，秦捕头，人我给你带回来了。秦捕头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把人带回来啊。不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大人让我跟过来的。老爷，这2张银票啊，大人早就交给我了，而上面这2个字是大人离开济南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的。夫人，起来了。你看到老爷了吗？没有啊。哥哥，刘雪也不见了，就留下一封信。带上王公公，一路注意安全，登州会合。走了。